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珠语上衣长袖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衣服有2个尺码，无论哪个尺码，钩织方法大致相同，只是针数、行数等有所不同。衣服包含前后片、袖子、下摆和领口钩边。先完成前后片和袖子的钩织与拼接，然后圈钩下摆，并进行领口钩边。开始学习后片，这里是领口钩边第一圈入针位置参考，这里是下摆第一圈，暂时不用看。后片是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的辫子往上片钩，一区不加不减钩织，二区两边需要钩斜肩，中间要挖领口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款衣服是用2根线合股钩织的，大家可以从2团线上分别取1根线，然后合并，也可以同时从1团线的中心和外面分别取1根线再合并。另外，由于线材特殊，不易拆卸，建议大家先用家里的零线，跟着视频学习钩织方法，学会后再正式钩织。我这里只用1根棉线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请参考产品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针，起针不要钩太紧，可以稍微松一点，方便后面钩织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到需要的锁针数。小样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钩第1行。第1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开头立3个锁针，这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算作一个长针，对应倒数第4个锁针。接着在倒数第5个锁针上挑上方1到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，我挑1根线钩织。继续在左侧相邻的锁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第1行的入针位置都是锁针上方的1到2根线。加上起立针，这里相当于钩了3个长针。接着下方跳过3个锁针，在左侧第4针上先同时钩3个长针，完成后一个锁针，同一个入针位置再钩3个长针。为了方便讲解，不算起立针。
我们将勾好的部分看作一个组合，继续勾第二个组合。下方跳过3针，在左侧第4针上勾一个长针。注意，这里可能不是很明显，可以扒开一点，不要数错针数。继续在左侧相邻锁针上勾一个长针。完成后，跳过3针，在这个锁针上同时勾3个长针、1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第二个组合完成，继续钩织这样的一个个组合，每次下方都是间隔3针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完整的组合。完成后，下方跳过3个锁针，刚好在最后3个锁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。这样第一行就讲完了。我们将第一行的正面作为织片的正面。此时起针的线头在左下角。来看第二行图解，第二行在反面钩织，往后图解都是按照箭头指向来看。因此，第二行就是从左往右看图解，也就是从有起离针的一侧开始看。请看我演示这一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注意从一行的反面看时，针目是对应左上方的辫子。接着，我们在第2针和第3针之间的缝隙中，不是针目上，同时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针。接着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是一个长针正拉针的符号，在反面要钩长针的反拉针。钩织方法与长针相同，只是入针位置不同，也就是在正面从这一针的右侧缝隙入针，左侧缝隙出针进行钩织。拉针不要钩太紧。这个就是长针的反拉针。
在正面看就是长针正拉针的效果，后面钩织时简称反拉针。接着在左侧这2个长针之间的锁针洞中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在左侧这2个长针的第1针上钩一个反拉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这2个长针之间的缝隙中同时钩一个长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第2个长针上钩一个反拉针。这一行接下来每次遇到这样的锁针洞，都要在洞眼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下方第1个长针上钩一个反拉针，一个锁针，缝隙同时钩一个长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第2针上再钩一个反拉针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钩完最后一个短针。我这里针数较少，完成后，在这里第1个长针上钩一个反拉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这2针的缝隙同时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针，最后在起立针上挑顶端锁针的2根线钩最后一个长针。如果找不准入针位置，大致即可。第2行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3行，这一行又是在正面钩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。以后都是从有起立针的一侧开始看图解，立3个锁针，翻到正面，然后在左侧这2个长针之间的锁针洞中同时钩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2个长针，接着在短针2边的拉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正拉针。这一行在正面钩织，因此正常钩长针的正拉针，钩织方法也与长针相同，只是入针位置不同。像这样挑起这个拉针进行钩织，这个就是长针的正拉针，后面简称正拉针。继续钩第2个正拉针，
完成后，在左侧第2个锁针洞中，也就是这里中间洞眼，同时钩2个长针、3个锁针和2个长针。接下来，从这个正拉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，一直钩完最后2个正拉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第2个锁针洞中，同时钩2个长针、2个锁针和1个长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挑顶端2根线，钩1个长针。第3行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4行，这一行在反面钩织，立3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在这个大洞中同时钩1个长针、1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接着在下方2个拉针上分别钩1个反拉针，以后正拉针的符号在正面就钩正拉针，在反面就钩反拉针。接着在这个锁针大洞中同时钩3个长针、1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从这2个拉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，一直钩完最后2个拉针。完成后，这个大洞中同时钩3个长针、1个锁针和1个长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钩1个长针。第4行完成。来看第5行图解，可以发现这一行中间的针法与第2行相同，只是花样错开了，并且第2行在反面钩，第5行在正面钩。我继续演示第5行，立1个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一针。接着翻到正面，在边缘长针针目上钩1个短针，1个锁针，左侧洞眼钩1个短针，然后在下方第1个拉针上
钩一个正拉针，一个锁针，这两针之间的缝隙中同时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和一个长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第二个拉针上再钩一个拉针，左侧动眼钩一个短针，从这个拉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。结尾，在这个动眼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最后在起立针顶端钩一个短针。第5行就完成了。来看第6行和第7行针法。第6行中间针法与第3行相同，第7行中间针法与第4行相同，但都是正反面不同，并且花样错开了。我继续演示第6行和第7行，先钩第6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在这2个短针之间的锁针洞中钩一个长针，如果找不准，大致挑几根线钩织即可。接着在这个拉针上钩一个反拉针，然后在中间动眼同时钩2个长针、3个锁针和2个长针。继续在这个拉针上钩一个反拉针，从这个拉针开始重复这一段针法。最后一个拉针钩完后，在这2个短针之间的动眼以及边缘短针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。第6行完成。继续钩第7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到正面，第2个长针以及这个拉针上分别钩一个正拉针，左侧动眼同时钩3个长针、1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现在第7行就讲完了。我们将第27行看作一个循环，
也就是6行一个循环。接下来大家重复编织第2至7行。钩几行可以量一下尺寸，应该和标注的尺寸差不多，一直钩完1区对应行数。这样1区就讲完了。接着钩2区第1行，这一行在反面钩织，钩一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，椭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不用拉紧，继续在左侧洞眼引拔，两个锁针，然后在下方2个拉针上分别钩一个反拉针。我这里是小样，这2针实际应该是拉针。2个锁针，左侧洞眼同时钩2个短针，2个锁针。接下来不同尺码针数略有不同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注意这一行的针法有所变化，大家仔细对照图纸，将这一行钩完。最后就是在这个洞眼引拔，剩下的位置就不钩了。现在2区第1行就讲完了，接下来的第2至3行都要分两边单独钩织，并且大小码有所不同。我先讲解小码，再讲解大码。接着钩第2行，也就是领口的第1行，我们先钩右边，也就是实际穿着的右。首先将线固定一下，然后翻到正面，将线过渡到对应的锁针洞位置。注意，度线松紧适度，稍微松一点，然后钩一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，将这一行钩完。结尾短针钩完后，在左侧针目上引拔，继续钩最后一行，开头先钩一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在这个短针针目上引拔，然后在这个拉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左侧洞眼钩一个中长针，2个锁针，左侧针目钩一个长针，左侧洞眼同时钩2个长针。
这两个拉针上分别钩一个反拉针，中间这个洞眼同时钩2个长针、2个锁针和1个中长针。左侧针目这个锁针洞以及这个拉针的针目上分别钩一个短针，最后在左侧短针针目上引拔，正常断线。小码右边最后一行就讲完了。接着钩小码左边，首先在起立针对应的位置接线，注意这一行是在正面钩织的，也就是在这个锁针右侧的长针针目上接线。另一个锁针左侧洞眼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最后在左侧洞眼引拔，完成后继续钩最后一行，首先固定线，然后翻到反面，将线过渡到这个短针位置，另一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最后就是在这个短针上引拔断线。这样小码左边也讲完了。如果是钩大码，先钩右边第2行，这里指实际穿着的右，也就是领口的第1行。首先将线固定一下，然后翻到正面，将线过渡到对应的锁针洞位置，注意度线松紧适度，稍微松一点，然后钩一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，将这一行钩完。
完成后，继续钩最后一行，开头先立3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在这2个拉针上分别钩一个反拉针，接着在这里中间动眼同时钩2个长针、2个锁针和1个中长针。完成后，左侧2个针目和中间动眼分别钩一个短针，最后在左侧短针上引拔，正常断线。这样大码右边最后一行就讲完了。接着钩大码左边，首先在起立针对应位置接线，注意这一行是在正面钩织的，也就是在这个拉针的针目上接线。立3个锁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拉针上钩一个正拉针，继续正常将这一行钩完。最后在左侧动眼引拔。完成后，继续钩最后一行，首先固定线，然后翻到反面，将线过渡到这个短针位置，立一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注意，最后一个长针就是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挑2根线钩织，如果找不准，大致即可。这样大码左边也讲完了。接着学习前片，前片领口以下的部分都与后片相同，大家参考后片进行钩织，一直钩完领口以下的行数。完成后，无论大小码都是先钩这一侧，也就是实际穿着的右，再在对应位置接线钩左边。注意，左边领口第一行是在反面接线钩织的。对于领口这里，部分行数边缘会遇到少数特殊针法，例如小码这一侧领口第5行，结尾这里是一个长针与长长针并针，就是在这个位置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在这个起立针位置钩一个长长针未完成针。
我这里用小样演示，入针位置不做参考，只演示钩织方法。先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长针未完成针，也就是绕线2圈进行钩织。2个未完成针钩好后，绕线将线依次钩出即可。后面遇到这样的针法，就在对应位置钩织对应的未完成针，以此类推。大码右边第5行结尾是长针正拉针与长针的并针，反面钩这个就是长针反拉针的未完成针。再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绕线将线依次钩出。左边第2行结尾是长针正拉针与长长针并针，就是在这2个位置分别钩长针正拉针的未完成针以及长长针未完成针。另外，大码右边领口第3行结尾是一个长长针，就是先钩长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将线依次钩出即可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部分行数边缘起立针上方没有针法，表示起立针位置不钩。例如小码领口左边第6行结尾，只在这个长针的针目上钩长针，这个起立针上就不钩了。接下来大家对照图纸将领口钩完即可，这样前片就讲完了。前片钩完后，可以先将肩部拼接起来，其余位置暂不拼接。拼接就是在反面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，钩一个短针和2到3个锁针。钩织时遇到肚线，同时将肚线包裹进去。拼接方法也可以根据喜好确定。下面请看拼接方法的演示，学会后再动手操作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，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。
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一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肚线，将肚线包裹进去。拼接就是交替钩一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完成后断线。接着学习袖子，袖子分为袖身和袖边。先锁针起针，往上片钩袖身，然后将侧边拼接起来，最后在起针位置挑针圈钩袖边。首先，大家对照图纸起针钩袖身，袖身边缘这里会遇到一个新的针法，长针减针。方法与前面讲解的拉针与长针并针相同，就是在对应的2个位置分别钩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将线依次钩出即可。其余针法都已经讲解过了，大家将袖身钩完，结尾不断线。钩完袖身后，我用这个小样继续讲解。首先继续用这根线在反面将侧边拼接起来。拼接方法与肩部相同，大致均匀的钩织短针和2到3个锁针。大家实际可以用几个记号扣临时固定几个点，方便拼接。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我这里较短就不固定了。完成后将线固定一下。这样袖身就完成了。继续钩袖边，首先将袖身翻到正面，然后在拼接的左侧这个洞眼将线钩出，立一个锁针，这个洞眼钩2个短针，接着在左侧2个长针的入针位置分别钩一个短针。往后每次都要在洞眼分别钩2个短针，这样的2个长针入针位置分别钩1个短针。
按照这样的规律，一直勾完最后一个洞眼。完成后，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然后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连接。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需要拉紧，不算一针。第一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二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，立3个锁针，对应第一个短针。接着从第二个短针针目开始，一一对应钩长针，将这一圈钩完。结尾在起立针顶端引拔连接。这样第二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3圈，立2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长针上钩一个正拉针。接着是长针反拉针的符号，在正面就是正常钩织长针的反拉针。这一圈接下来就是交替钩一个正拉针和一个反拉针。最后一针刚好是一个正拉针，然后在起立针顶端引拔连接。第3圈完成。往后圈数钩织方法都与第3圈相同，也就是每一圈开头立2个锁针，然后交替钩一个正拉针和一个反拉针。结尾引拔连接即可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余圈数钩完并断线。所有线头都可以顺着纹理在反面藏一下。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接下来将袖身上方于这里比照一下，标记出袖笼位置。
袖笼的高度稍微大一点点没关系，不要太小。确定好位置后，先从下方开始拼接，一直拼接到标记处，然后将袖身继续拼接到袖笼位置。拼接方法和前面一样，注意大致均匀。全部拼接好后，在下方挑针圈钩下摆，下摆花样与袖边相同，只是圈数较多。另外，第一圈的挑针规律有所不同，请看我演示第一圈的挑针。开始学习下摆，首先将衣服翻到正面，起针朝上，然后找到任意一侧的拼接处，在边缘长针的入针位置接线。第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这里的位置如果找不准，大致即可。继续在左侧2个长针的入针位置分别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洞眼钩2个短针，左侧洞眼钩3个短针。这个入针位置不钩，接着在左侧2个长针的入针位置分别钩一个短针，往后每次都要在这个洞眼钩2针，这个洞眼钩3针，这2个长针入针位置分别钩1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一直钩完这一片最后一个洞眼位置。完成后，在这2个长针的入针位置分别钩1针，然后在旁边挑1到2根线，再钩1针。接着到了另一片的位置，和这一片钩织规律相同，这3个入针位置分别钩1针，洞眼钩2针，这个洞眼钩3针，这2个入针位置分别钩1针，将这一圈钩完。全部钩完后，
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连接，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需要拉紧，不算一针。第一圈就讲完了，剩余圈数对照图纸，参考袖边的演示钩完即可。下摆完成后进行领口钩边，花样也与袖边相同，只是圈数较少。领口钩边可以将起始位置放在任意一侧的肩部拼接附近，箭头位置就是第一圈短针的挑针参考，两侧对称，具体针数也可以根据情况调整，总针数是双数即可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